小杨21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学生。来，有请小杨。娜娜21岁，来自吉林，自由职业者。来，有请娜娜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一个黑龙江，一个吉林是吧？对。但是好像说两位号称是青梅竹马，哦，发小，加在一起哈。嗯。哦，说的是祖籍是吧？对。啊，中间也是矛盾特别多，总是无缘无故的吵架。啊。不是说吃个饭吗？啊。那我平时吃个饭以前可以，现在怎么吃个饭都不行了吗？那你说总是在生理时期的时候吃那些凉的、辣的。那行，咱也不说吃呗。那逛街怎么了？我想买点东西都不行吗？你总买那些什么平衡车，你说你平常在家玩都可以，但是你上下班也要用。你上下班那玩意儿多危险呢！从2道区到那朝阳区，你又不知道多少公里，多么危险！那我能给你买吗？我像你一样浪费钱了吗？你是一个大男生，买1、2千的香水。你出门有必要吗？我一个女生都没说买一两千香水像你那么精致，还得喷点香水。男生嘛，喷点香水很正常。反正我觉得我买的香水肯定是必须得是，我要觉得能实用，而且我觉得价格合适，我才会买。那我不说你买香水，你打游戏呢？你多大了？你打游戏还往里面充钱？打游戏充钱不很正常吗？那不就是浪费钱吗？你答应我多少次了？我说攒钱攒钱。我俩说好了，就是每个月就是都要攒些钱，因为已经步入工作了，也不小了，就是想有些积蓄。但是他每次都是口头答应我，就是肯定攒钱。然后有一次我就已经看到他银行卡余额已经没有钱了，然后结果第2天我再翻他手机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余额里又有钱了，我就好奇，我问他，他也不说，我就查了一下那个微信转账记录嘛，我看见他妈妈又给他转钱了。那你说咱俩说要攒钱，又不是让你管家里要钱，你每个月工资都。你就不多不少吧，你自己剩不了吗？你还要回家管家里要钱，我就想让你独立一点。那我的工作是什么？我的工作是，主持人你可能不知道，就是我肯定不知道，你说吧。就是我这个专业呢，因为我是学京剧表演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平常排戏演出的钱都特别少，然后加上我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俩经常出去，吃饭啊什么的，每个月肯定剩不了多少钱。那你觉得这是在乱花钱吗？那你答应我攒钱攒到哪里去了？不还是月月都没吗？然后管家里要钱？我也不是每次都有要，而且是因为实在是没有钱的时候，我才会管家里要钱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你答应我换工作，你换哪里去了？我这个专业属于是我的梦想，我不能轻易的放弃这个专业。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我换工作呢？你说每次排练，他是学戏曲的嘛，经常就是武生嘛，我老生，然后经常有一些就是翻跟头啊什么的。你说从2、3米高的地方翻上来，然后不是摔到那儿就摔到那儿，他才20多岁，就是腰肌劳损，你看你身体都什么样了？我觉得就是我干的这个专业，我付出的辛苦，我认为我受的伤是应该的，我不认为这是像你所说的说受伤让我换一个专业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不止你受伤，还有呢。那你每次临要演出的时候，你半个月、1个月不回家，咱俩是谈恋爱呢。我一直在，我也很认真的是，我也知道是在谈恋爱，但是咱们就是我这个专业，包括就是经常出去排练，而且有很多演出都是临时通知的。就是前一天晚上才跟我说，而且这种情况你也是知道的。就是他在公司就是一个老好人，只要有人需要他帮忙，他就去配个角啊，对个戏啊。那你说你上班的时候不说什么，你下班呢？下班人家找你你就去，你就不能留点时间给我吗？你多陪陪我不好吗？我们每天白天排戏。那你白天排戏，你说白天排戏我更想笑。那你至于晚上去女同事家对戏吗？你咖啡厅不能对吗？公共场合不能对吗？你要到人家家里去对戏，你对戏你排练的时候我不是没去看过，拉拉扯扯的，你让我怎么想？我好受吗？那你到他家里对戏是不是也拉拉扯扯，然后搂搂抱抱的呀？我这个专业我能有什么拉拉扯扯？什么叫老好人？我们剧目之间就是应该，比如说谁要是请假了，谁要是特别需要我们的帮助什么的，就是互相帮个忙，就没有你说的像那我们。那你身体不好的时候，你那些给他们配戏的人呢？有人管你吗？不每次去还是我带你去的吗？谁管你了？最简单的，我就是想让你换一份工作。我也想换。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首先说，我这个不是存在欺不欺骗，我热爱这个东西。你这是善意的谎言呗？梨园行对吧？对。多大学的戏啊？ 6岁。
你答应过他要换工作吗？他答应我不止1次2次了。你逼他改行的原因是什么？是怕他受伤，担心他的身体，还是觉得他跟女演员的不清不楚？到底怕就是担心他的身体，还有就是经常不回家，我俩见面机会真的是太少了。这为啥不回家呢？因为很多都是出差演出去外地演出，巡演是这意思啊？对，明白了。首先他的工作我也觉得不是很好。当初他跟我说 DJ 是他的梦想啊，而且我也特别就是支持他。但是他当时跟我说是只是做那种白天商演的，就是没跟我说过他去夜店，因为夜店本身我个人理解啊，就是觉得比较乱。那环境怎么乱了？当时我去看你的时候，那么多人管你要微信，没错吧？那我又没加呀。是没加，那保安都把我拉下去了。那不挺安全的吗？怎么可能危险呢？哪有你想那么乱啊？那你来都把你拦下去了。那你说，之前有一次有一个男的尾随你啊，你还好意思提这件事呢？就主持人，就上次也是我下班了之后，然后我们那个酒吧同事就是下班之后就非要送我回家，我说不用了，我说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接我，然后这时候我就已经给他打电话了。他那个时候睡觉呢，答应我，他说可以了，可以来接我。然后他一直没来，我就自己打车走了。我打车走，我已经到那个家门口了，就已经到楼下了。然后我就是那个同事一直还在跟着我，然后我当时就挺慌的。然后但我警惕性也挺高的，然后我就继续给他打电话，我说那个我到楼下了，我说你下来接我一下吧。他还在睡觉呢，就我都已经有人跟到家门口了，你还在那睡觉呢。我那不是排了1天的戏吗？你可不能拿这个当借口啊！你真的不能拿这个当借口。那你换一份工作就不至于这样了吗？就像之前说的，说这也是我坚持的一个梦想，就是你别再跟我说你的梦想了，我不懂。换而言之，是不是这姑娘你其实你就问她一句话，说当 DJ 也是我的梦想？是我的梦想，但是我想的就是我在进修其他专业嘛，然后我想就是 DJ 兼职嘛，就是想等他换一份工作，我俩就能稳定点嘛。但是他一直都不换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也不能天天在家里宅着吧？就我在进修的时候，我不上班，我也不能天天在家里待着吧？我也得找点事情做嘛。那你为什么非得就到晚上出去？那你还好意思说呀？那你每天不在家，你天天都不回来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两个的时间的安排上可能，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。比如说，就是我出去巡演，然后你每天晚上才去上班，咱们这个时间总是安排的不好。然后我的父母吧也知道我俩的事情嘛，然后经常说你们两个这样的话不是长久的啊。其实也就说白了是你们现在对你们的情感现状也不满意，对吧？双方的父母对你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引发的情感现状也不满意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女生刚才列了男生很多问题啊，财务的管理是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信任问题是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是职业问题是个问题，第四个问题是没有长大，有点小孩子啊，小孩子脾气。在这4个问题里面，你最想解决哪一个呀？职业的问题。就是职业哈，你是认为只要他不从事这个职业了，就应该相对稳定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妈妈不是现在也不太赞同吗？就是如果他可以换掉这个工作，我也可以不干这个啊。就因为那只是我的。你觉得他妈妈不太赞同，是不赞同他的职业，还是不赞同你的？不赞同我的职业。哦，明白了。女生其实我看你对女生也很有意见，对吧？你觉得排第一的是什么？你想解决哪一个？其实我也想解决就是工作问题。也是解决工作问题，好像在这个你们彼此喜欢的这个职业，变成了你们情感一个最大的障碍了。哎，你们在谈男女朋友之前，一起长大的吗？那时候关系好吗？好啊，就是那个时候闺蜜就感觉以前没有这些问题，就不至于因为吃个饭、逛个街都吵架拌嘴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们变成了男女朋友之后，对，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啊。有提过分手吗？我提过。我没有。什么原因？就是吵架，他把我一个人扔马路上啊！啊，就每次吵架他都是耍脾气就走了，然后我还找不到他。那每次吵架最后是怎么好的呢？定位找他呀。哦，你在找他，他把你扔了，你还得找他哄他。对啊。就每次吵完架都是他哄你是吗？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如果他要不哄你的话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这段感情就可以结束了？也不是。也不是，你要娶她吗？要，但是之前这些问题。好了，我的问题都没了，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莎娜老师，我们先来说一下你们曾经这个关系是发小，由发小变成恋人呢，角色的转变和心理的转变2层转变。因为曾经是发小，肯定彼此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。又因为是发小，所以你们都知道对方的弱点和优点。那么角色的转变可能只需要一句话，一个表白，我们就从发小变成了男女朋友。但是心理上的转变是否能跟上角色的转变这么快呢？既然是发小，你应该清楚他为京剧这个梦想付出了多少的努力。你应该知道，在京剧这个行当里面，他摸爬滚打，一天一日的练功，多么的不容易。所以，如果这是他的梦想，这是他的事业，你让他在为了这么多年努力而奋斗的一个梦想当中和你来选择，这是一个很残忍的选择。怎么选？除非他不是真正的喜欢他自己的事业，要么就不是真正的喜欢你。你愿意接受哪个事实？所以我觉得正因为那么了解彼此，正因为知道彼此的努力，知道彼此的弱点，我们才不戳对方的痛处，那才是爱。因为我爱你，我把我最柔软的地方都暴露给你，不是为了让你抓住我的小辫子有一天猛地攻击我，而是希望你能够帮我一起来包住我最柔软的地方，这是爱。所以你要他换工作，你要他换工作，你们不是彼此的主宰者，你们只是彼此的恋人。就说这么多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曲总。我觉得你们2个人呢，因为是发小，太熟悉了，对吧？基本上彼此这10几年、几十年生活当中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所以呢，你们现在呢是需要补课。第一，正常的情侣呢是从陌生人，然后到认识，然后深知之后再去相爱的，中间就会有新鲜感、好奇心，这是你们要补的课。第二一个，因为有了新鲜，有了好奇，是2个从陌生到相识，他们之间是有敬畏感的。先说新鲜感，好像你们的感情基础很深厚，彼此呢太熟悉了，所以一定是缺少那种想去了解对方，满足自己好奇，然后呢给你的这种惊喜。你们中间没有惊喜，一切全都是我们很熟悉、默契。但是呢，这有点提前进入了老夫老妻的那种状态，你们中间缺少激情，不要整天就困于那种老调同弹的那些问题，给一些新鲜的东西，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要补的课。第二个呢，就敬畏感。这会儿其实一个问题出现了，就是6岁开始，男生对吧，就开始学这门叫国粹也好，这事业也好，居然女生要把这个说你要换工作，你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层？你说我们感情这么深厚，我去把他这个事业拔掉的话，不会影响我们感情的。错了。如果是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陌生人，然后认识他时他已经是从事这份职业了，你们好的时候，你说你把这份工作去掉，工作辞掉，跟我，你觉得对方会不会很痛？但这就是敬畏。你对他没有敬畏了，你觉得都可以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分的。但是怎么不可能分？如果这2门课不补上的话，你们随时可能会分的，明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白老师。两位好。我记得我年轻还单身的时候，有人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，然后我也去见了，那个男人也挺好，说实话也比较符合我对于男性的一种期待。但是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他问我做什么的，我告诉他我是做心理咨询工作的，对一些心理上有困惑的人来去帮助陪伴他们等等。他就突然间说别干了，天天跟一帮精神病在一块有啥意思？我说你不能这样去说我的工作对象，因为这个对他们第一不正确，第二有歧视，第三不公平。我就因此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再去继续交往，虽然他很好，虽然他也很喜欢我，条件也不错，但是我没有选择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一生不可能只有感情这一件事情，而我知道心理学是我特别热爱的，
是吧？我真的把它当成事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如果不能够去接纳我的热爱，不代表着它不好，也不代表着它有什么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而只是代表着可能我们并不太合适。虽然我现在的先生他也不懂心理学，他也和我的行当差别特别的大，但是只要我说去进修、去学习、去为此而去花费我的时间和精力，他都特别的支持，因为他爱我，所以他愿意成就我。所以我在想，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让我真的就想到了我的过往。那如果他即便今天真的为你改变了他的事业的方向、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落点的话，他以后人生的幸与不幸，姑娘，你担得起吗？如果他以后人生真的是失败了，或者是人生很平庸、很平凡、很坎坷、很挫折，你担得起吗？所有的一切他都会说，我是因为你，我的人生才会如此。当然这个说法肯定也不对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你让他，或者他认为是你让他背叛了他自己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去要求别人来把我搁在第一位，来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分量挺重，重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去负责。你到底要不要从事继续你的事业、你的职业、你的爱好、你的梦想等等，跟这个女孩子也没有关系。有事业依然可以在忙碌的时候让你爱的人感受到你在思念他，有事业依然可以让你爱的人在你忙碌的时候感觉你的牵挂，这个不冲突。所以是梦想也好，事业也好，这个筐不是什么东西都往里能装的。你们二位且行且珍惜。谢谢。来，涂老师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们俩要是分手的话，还能回到当初的友谊吗？想过这事儿吗？人如果长期的在一起相处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，甚至10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形成一种错觉，就是明天还会见面。对方会习惯性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。我们本来以为友谊转变为爱情，那是亲上加亲的事儿，但事实上我们发现，当两个人更加接近的时候，就会侵占对方的领域。两个人还是同事或者是朋友的时候，反而会彼此尊重。那你做你的事业，我做我的事业，而且还会抱有欣赏。但是当知道你马上要变成我的人，我要变成你的人的时候，你倒反而发现学不会彼此尊重的。因为你即将进入我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领域。你们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错觉，太过于亲近，太过于角色的转变，成为爱人，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尊重对方事业的理由，尊重对方的兴趣爱好的理由。你们当初作为闺蜜，作为发小的时候，你们应该是彼此尊重对方的事业的。你觉得他学京剧不错啊，甚至在舞台之上你会认为那是一种精彩。那为什么现在成为爱人了之后，你倒觉得这份事业成为了你们感情的牵绊？那就是因为你觉得我不仅了解你，而且我要伴随你的一生，所以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。但我想其实告诉你，甭管是成为亲人还是爱人，事业始终是自己个人的事儿。虽然事业所带来的附加价值能够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撑，但事业上的价值、认同感只有自己才感受得到。你做 DJ 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风采，只有你自己领略到，他是领略不到的。他会因为你做这份事业充实高兴，所以他也高兴。所以一个非常基础的道理，爱情、婚姻是爱屋及乌，不是这件事情我认为怎么样，而是他认为怎么样。我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而产生我自己的喜怒哀乐。所以我倒认为你们应该退回去，退到原来友谊的状态去想一想，当初的尊重是为什么？
而现在又为什么喜欢对别人的生活横加干涉？你说呢？行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其实觉得你们俩分手比较好，基于如下原因：第一，太过熟悉；第二，彼此在现在的这个职业层面并不互相尊重，甚至开始猜忌；第三，其实是最现实的问题，叫并不稳定。女生让男生换这个职业，不仅仅是因为伤痛是一方面，心疼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对这个职业的不确定，对吧？经济收入捉襟见肘，我怎么知道我的未来是？所以他没有安全感。如果基于此，分开是不是会更好？供你们参考。虽然你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当然这东西无法割舍嘛，因为这么多年了。男生你也想一想，就是你有你喜欢的，你有你坚持的，其实从现实来说，那又是不能放弃的。我在想，一个人从6岁开始学戏，15年之后突然跟他说我要不唱了，我能去干嘛？所以如果你们还有感觉的话，都替彼此想一想。这个我特别同意白老师那一段，就如果一个爱我的人不尊重我的职业，或者不理解我的职业的话，都挺苦恼的，因为就意味着你不能全面的接受我。你不是也同样吗？他现在不接受嘛，这叫选择性的爱嘛。我只爱这部分，不爱那部分，那不是真的爱。所以在我看，可能分开会更好。就现在分开会更好。也许你经历了其他，回头看还是好的时候，你再回来嘛。好了，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要是工作的原因的话，我可以少排一些戏，然后多抽出一些时间多陪陪你。之前我做的可能有些做的很多的不好，我也多理解，多包容，但是我就是不想和你分开。我会把以后自己所有些像什么之前说的对戏啊，我都改一改，把我自身问题都改一改。尽量的啊，谢谢两位年轻人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官们，来吧，我们来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撑着你。